因为叶佳妮还没有怀孕，周红林就怕自己和杨洋的父子关系会越来越淡薄，特别是看到过海玲和陆东明在一起，哪怕他认为陆东明不可能喜欢海玲，可他还是担心儿子以后会叫其他男人做爸爸。便想趁机把洋洋接到身边去养上一段时间，培养父子感情，也让叶佳妮跟洋洋相处吧。万一叶佳妮真不能生，海玲又要重新嫁人的话，他重新争取洋洋的抚养权，把洋洋要回来。怎么说也是他周红林的种，可不能叫别人作罢。知道我离了婚，他们纠缠我做什么？就算他们来纠缠，我也不怕他们。洋洋跟你们都不够亲近啊。再说了，你和姓叶的刚新婚，你把洋洋接过去住，姓叶的怎么想啊？有后妈就有后爸，我是不放心你把洋洋接过去的。你父母和姓叶的又矛盾重重，洋洋过去了，你爸妈肯定宠着洋洋，无形中就刺激了叶佳妮，猜洋洋才不利呢。周红林离婚的时候说好的条件，希望你能做到。你不要跟我说离婚时的条件，你挖了那么大一个坑我。周红林一想到自己被整的工作不顺，奖金都没有了，只能拿点死工资，外快也中断了，因为那些合作商不与威浩合作了，他自然就没有外快可捞了。他庆幸之前那捞得很，让他的个人存款又回到100多万了，那就算失去工作，暂时也影响不到他的生活。但是呢，害得他失去那一切的人，周红林还是恨得牙痒痒的。都说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这件事肯定是海童让战少做的，目的呢是替海玲出气，等于也和海玲有关。周红林对海玲也就怨气冲天。海玲从他怀里抱回了儿子，似笑非笑的，我一再承诺我本人不会再对你实施报复。是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怪我。谢谢你特意跑来告诉我那些事。说完，海玲抱着儿子上楼去。周红林转身看着他的背影，扬声说道：不请我上楼坐坐？没你的位置可坐。拿着他的钱租着这么好的房子居住，居然连坐都不请他上楼去坐一坐。海玲，算你够狠了。妈妈，爸爸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住？洋洋天真的问着。小家伙发现爸爸越来越难见一面了。虽然他最喜欢的是妈妈和小姨，但爸爸始终是爸爸啊，他有时候还是会想到爸爸的。爸爸工作的地方离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太远了，上班不方便，所以爸爸就不跟我们一起住。洋洋似懂非懂的，他又问妈妈，我们为什么不住回原来的家？过了年呢，小家伙长大了些，问题倒是多了起来。他想了想，答道：原来的家要重新装修，装修是要很长时间的，所以我们很长时间都不能住回原来的家。洋洋呢，哦了一声，没有再问下去。母子俩到家时，海童做好了晚饭，正无聊地坐在沙发前，画板放在茶几上，他画画打发时间。小姨，洋洋一进屋就从妈妈的怀里滑落，开心地叫喊着海童。海童就放下手里的画笔，笑着张开双臂，等外甥跑过来了。他抱起小家伙就亲了好几下，笑问洋洋想小姨吗？想。洋洋搂着海童的脖子，也在海童的脸上亲了好几下，亲的海童心发怒放的爱极了这个小可爱。姐，怎么回来的这么晚？我早就做好了饭菜。海童抱着外甥问着姐姐，装修师傅收工的晚了，我就回来的晚一点。姐想着回来给你做饭的，你还给姐把饭菜做好了。海童说道：姐，我只是受了点轻伤，又不是生病，哪用姐给我做饭吃？海玲走过来看了看他画的画，画的是一只钗子。你心情不好，画的水准都不行了，先别画吧。海玲帮着妹妹把画板收起来啊，没有出去走走啊？不想动就睡了一天，明天出去走走，天天窝在家里，心情更加恶劣。海童嗯着，我明天回店里上班。年前在我网店里下了单的都在催单了，学生还要下周一才会开学。今天是周五，那趁周末这2天，他可以在他的店里赶货，有点事情做，
分散了注意力，就不会老想着战印欺骗他的事。不想就不生气，不生气，心情就能好了。也行。海玲没有阻拦妹妹要回店里的事，不过她提醒着刚才在楼下遇到了周红林，他是特意过来找我的，告诉我爷爷带着他那一班教子贤孙又来了市区。闻言，海童蹙眉，他们来做什么呀？知道战印是战家的大少爷，以为我成了战家大少奶奶，就有很多很多的钱给他们。海玲淡淡的道，你以为他们不敢想吗？那些人脸皮厚的像砧板，不要脸至极，什么都敢想，也敢去做的。他们想就能成吗？有本事的呀，他们直接去找战印。海童跟老家亲戚闹得最僵，他们估计还真会去找战印。海童，他们敢找战印要钱吗？海童心里都没底啊。他们现在过得不顺，知道战印的身份后，不缠上来要钱，太阳都能从西边升起。海童声音冷冷的，就算他们现在失业的失业，生意做不成的做不成，他们的积蓄也不会少，短期内也不可能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还老想着从我们这里要钱，哎，真敢想的。自己存着的钱舍不得花，哎，老想着花别人的钱，谁欠他们的了？我离婚分到一笔钱，他们都敢肖想，打电话跟我借钱呢，被我拒绝了。海玲帮妹妹收好了画板后，进了厨房，把妹妹做好的饭菜端出来，海童抱外甥去洗手。数分钟后呢，3个人坐在小桌子上吃饭。洋洋现在自己吃饭，虽然会掉得满桌子都是米粒，海玲依旧让他自己吃。9月份呢，洋洋就要上幼儿园了。门铃响了，姐，我去开门。海童就放下碗筷，我猜测可能是他们找到这里来了。海童就去开门，门一开，一巴掌朝他当脸打来。他眼明手快，攫住了那只手。哇，竟然是叶佳妮。叶佳妮以为来开门的人是海玲，在门一开，就一巴掌甩过去，没想到是海玲。海童会拳脚功夫，反应快，才没有被打。是你，你来做什么？叶佳妮看清楚是海童，海童则用力地甩开了他的手，并反手推了他一把，把他推得往后退了几步，免得咄咄逼人。海玲呢？叫海玲滚出来，她勾引我老公。下班后，周红林撇下他就匆匆地离开了公司。叶佳妮本就因为海家人到公司找周红林，那些人还叫周红林孙女婿妹夫的，把他气坏了。明明周红林和海玲离了婚，那些人还好意思叫周红林妹夫，是想让周红林和海玲复婚吗？婆家人有那样的想法，海家人也敢这样想，把他叶佳妮当死的了。他偷偷地跟踪着周红林，发现周红林是来找海玲了。等周红林走远了，他才现身。海童讽刺着，你那个老公是我姐不要的，我姐又不是眼瞎了，还回头勾引他，怎么？从我姐手里抢过去的渣男给不了你安全感。你姐都和红林离婚了，我和红林昨天领了结婚证，我们是夫妻了，你姐和他再无半点关系，就要离他远远的，老是背着我私底下见面是什么意思？你姐是不是想报复我，故意减肥，然后回头勾引红林？啊呸，你以为你是谁啊？值得我姐那样做？哎，你以为人人都是你啊？把渣男当宝？别说周红林先出的轨，就算周红林没有错，婚离了就离了，我姐绝不回头。好马不吃回头草。他姐绝对是好马。姓叶的，我告诉你，是你没有管好你的男人，他跑过来打扰我姐的平静生活。我姐还没有找你算账，让你管好你的男人呢，你倒好意思来找我姐算账？有本事的把你家男人的2条腿砍了呀，让他不能来找我姐，我姐还会谢谢你，让他耳根清净。海童的话让叶佳妮火冒三丈，心里却清楚是周红林主动来找海玲的。他一生气就口不择言的就说道，你姐要是没有心思和红林复婚啊？哎，她减肥做什么呀？她就是知道她太肥了，让红林恶心才离的婚。她想复婚就减肥，想恢复身材再勾引我家红林。
天大的笑话，那么多人都要减肥，都想勾引你家那个渣男，你太看得起你家那个渣男了，也就你把他当成宝。在我姐的眼里，他现在连根草都不是。我姐想减肥就减肥，碍着你什么事啊？话说叶小姐，你是不是失去了自信呀？你不是觉得你是天底下最美的小三吗？怎么，我姐不过是减一下肥，你就有危机感了？怕我姐减肥后比你漂亮是吧？我姐本来就比你漂亮。叶佳妮那些话说出口，她也知道理不直气不壮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她就是生气啊。以前周红林总是说回家看到海玲，那满身的肥肉啊就倒进胃口。离婚后，周红林却一次一次的来找海玲，海玲又一直在减肥，相较于离婚时，海玲短短的2个月都瘦了几十斤。现在的海玲对于模特来说，自然还是个大肥婆，但对于一般人来说，她只是发福了，变得更丰腴而已。叶佳妮就觉得周红林会来找海玲，是因为海玲瘦了，比离婚时好看了很多。海玲走过来，叶佳妮看到她就一脸的愤恨啊，凶狠地瞪着海玲，叫嚣着：海玲，我不怕你们有个有钱的大姨，我也不怕你妹夫是战家大少爷，你敢勾引我老公，我照样撕了你。海玲觉得好笑至极，说道：叶小姐，你是抢了别人的老公之后有了阴影，没有安全感是吧？哎，总觉得也会有人从你身边抢走你的老公，或许会有人像你我这样不长眼的，会喜欢上周红林，再学你那样小三上位。不过那个人绝对不会是我哈，我这个人啊，在感情上有洁癖，我用过的男人被别人捡去用了之后，我会嫌脏，不会再要。说来，我真的要谢谢叶小姐把周红林捡了去，我才能顺利的离婚，拿到我想要的财产。为了报答叶小姐，我向你保证，哪怕周红林以后后悔了，想回头跟我复婚，我也绝对不会给他机会。叶佳妮气恨地道：红林才不会后悔呢，他不知道有多爱我。既然他那么爱你，你还怕什么？海玲一句话问得叶佳妮哑口无言。周红林是爱他，可他跟他住在一起成了夫妻后，才渐渐明白，结婚真不是2个人的事，而是2个本不相干的家庭的事。周红林会为了他学做饭，在他婆婆骂他的时候，也会替他说话，站在他这一边，可有时候他还是会帮着他母亲说话，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宠着他，也不像偷偷恋着时那样对他千依百顺了。那时候他送给他的礼物都是很贵重的，最便宜的一副耳钉都好几千块钱，现在送给他的礼物一般都是一束花。结婚戒指是金戒指，只有10克重，也才几千块钱而已，完全没法跟恋爱时比。哎，是不是得到了就觉得没那么宝贵了？红林刚才来找你做什么？你们躲在楼里做了什么事？叶佳妮的问话啊，让海玲知道她肯定是跟踪了周红林。她还以为这对渣男贱女能过得多幸福呢，才领证成为夫妻呢，那都已经失去了信任。周红林就是来看看洋洋，告诉我了一件事。那件事呢？叶小姐应该也知道，你是她的秘书呢。她见过什么人，没有人能瞒得过你。就这样啊。叶佳妮其实猜得到周红林来找海玲的主要原因，她就是不开心，不喜欢2个人离了婚还经常见面。海玲是把周红林的这电话都拉黑了，可是呢，她那个婆婆偷偷的跟着海玲，从而知道了海玲的住处，然后周红林也知道了，拉黑电话对周红林根本没有影响，那她不打电话直接来找海玲，这样更让叶佳妮生气。叶小姐，你要是不相信，大可以回去质问你老公，跑来质问我姐做什么？是你老公来找我姐，不是我姐去找他，你要弄清楚这一点。海彤忍不住说着叶佳妮那样不放心，回去后就把你老公的腿砍了，保证他以后只能待在你身边。海玲，你搬家，搬离这里，搬得远远的，不要让我婆婆知道，那样红林就不会再来找你了。叶佳妮无视海彤的讽刺，现在她最嫉妒的人就是海彤了，长得还没有她漂亮，也不如她年轻，竟然嫁给了战家大少爷，命好的没有了边际啊！
真不知道战大少爷看中海童什么。不止叶嘉妮会这样想，很多人都不明白海童凭什么打动了战少的心，成为他心尖上的人儿。海玲还没有说话，海童就气急的道：“干嘛要我姐搬走？要走也是你们走，你不是怕周红林来找我姐吗？你们搬得远远的，就最好离开了管城，那他就不会回来了。姓叶的把一句话还给你，你管不住自己的男人，就不要怪外面的诱惑太大。这是你们当小三的最喜欢对原配说的话。赶紧滚蛋，看到你我都想一盆水泼去帮你洗洗脑。”海童用力地关上了门，对姐姐说道：“姐，还好你和周红林离了婚，否则你随时能被这样的极品气得血压爆表。咱们犯不着和他生气哈，我们越生气，他蹦跶得越欢，会觉得我是真的对红林余情末了，他越发喜欢来秀胜利者的优越感。”海玲现在就面对这些祭品已经很平静了，心情不好，有个人送上门让我骂一顿，出了口气，感觉到肚子饿了，我要多吃一碗饭来。海玲笑道：“那你多吃点。”姐妹俩重新坐回桌子前吃饭。海童的手机响了，战印给他发来视频通话。海童本想不接的，想了想后还是接了。虽说接了战印的视频通话，但海童并不说话。童童，你吃饭了吗？海童不吭声，不过举了举饭碗。战印就知道他正在吃饭当中。童童，怎么看不到人的啊？是不是你手机坏了？我明天给你送一台新手机过去。海童依旧不说话，不过他把手机拿起来，然后让手机对着洋洋，这样战印就能看到人了。看到的是洋洋那张沾满了米饭粒的小脸。姨丈。洋洋很开心地对着视频中的战印挥挥手，然后又吃了一口饭，对战印说道：“姨丈，我在吃饭了，小姨做的饭好吃。”战印在心里腹诽着：“我当然知道你小姨做的饭菜好吃了，可惜我吃不到啊，倒是便宜了你小子。”心里酸得要命，面上却要笑眯眯的。战某人哄着小不点：“洋洋能给姨丈吃一点吗？”姨丈吃不到。姨丈为什么吃不到？洋洋很认真的道：“姨丈在手机里，所以吃不到。”战印笑，连海童都莞尔。小家伙挺会说的。哎，洋洋，能让姨丈看看你小姨吗？居然想利用洋洋。洋洋却一脸不解的看了看小姨，对战印说道：“姨丈，小姨就在这里呀。”他还指了指小姨，他都能看到小姨，姨丈怎么就看不到小姨？战印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和一个不足3岁的孩子解释。海童挂断了视频通话，战印连洋洋都不让我看了。哎，早知道他就一直逗洋洋，还能让童童听到他的声音。海玲看了看妹妹，并没有说什么。从接妹妹回来后，他一句话都不问，妹妹想跟他聊的时候，自然会跟他说的。看到儿子小脸上满是米饭粒，海玲好笑地帮儿子拿开脸上的米饭粒。饭后，海童要出去了。去哪里啊？海玲边洗着碗边问着。心里烦闷，出去吹吹冷风。姐，我骑你电动车去。别跑太远，电量可能不是很够，跑太远。半路没电了，就只能推车，就多穿件外套，骑着车风大。知道了，别去找小军喝酒哈，战印不放心你。姐答应他不会让你开着车乱跑，不让你去喝酒的。一提到占骗子，海童心情越发不好，他气他，却无法把他自他的脑海里赶出来。做什么事总会想到他身上去。他抱怨姐姐：“姐，我才是你的亲妹妹，你却帮着他来管着我。我不是帮着谁，我是以你的安全为第一。你心情不好，把车子当飞机来开，容易出事。喝酒酒量又不好，喝不了2杯就醉醺醺的，第2天醒来又会哭着说头痛。小姨，我要去。”小跟班听到小姨说要出去兜风，马上就跑过来，搂抱着海童的腿，嚷嚷要跟着。海童抱起了外甥，拿来了儿童坐着电动车的专用椅子，对姐姐说道：“姐，我带洋洋出去溜2圈，小心点，给洋洋戴上帽子，外套有帽子的。”
知道了。海童抱着外甥走了。谁想到刚推电动车出去，就看到了在大楼门口徘徊的战印。刚才视频的时候，海童不让他看着自己，他也暂时不想看他，没有留意到他的视频背景是哪里。没想到他在门口，不知道他来了多久。海童看了战印2眼，见他穿着外套，冷不着他。他抱起外甥放坐在车椅子上，然后给外甥戴上了儿童头盔，他自己也戴了一顶头盔，这才骑着电动车朝战印站着的反方向而去。彤彤，战印叫了一声，哇！海童头也不回，更不用说应答他了。战印小跑追了10几米远，海童骑车骑得快，他没有追上。停下来后呢，他当即打电话给阿七，吩咐着阿七去吧，给我买一辆电动车送到我姐这里来，以后彤彤骑车兜风，我跟他作伴。不管他骑自行车还是电动车，亦或是开4个轮的，他都陪着他。哪怕他不搭理他，只要能远远地跟着他，看看他，他也心安不少啊。阿七应允，马上去帮大少爷买电动车。反正大少爷在隐瞒身份的那几个月里，跟着大少奶奶什么车都骑过的了。海童载着洋洋就在附近溜了2圈，最后还带着洋洋去附近的一间大超市里，买了不少的零食以及1箱牛奶，姨甥俩满载而归。回到海玲租住的那栋大楼门口停好车，海童本能的四处张望，没有看到战印在了。他松口气，却又心情复杂。洋洋先下车，小姨把车推进车库锁好。1楼有公共车库，给租住在这里的住户停放车子。海童先抱着外甥下车，再把买回来的零食以及塞在儿童车椅底下的那箱牛奶一起放在洋洋旁边的地上。小家伙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小姨买给他吃的，马上就蹲守在零食袋子的旁边，2只小手伸出去，一只抓住了袋子，一只手放在那箱牛奶上，护食的动作非常明显。洋洋熟悉的声音响起。周洋扭头看到站在自己身后的战印，很开心，马上站起来，开心地叫喊着一仗然后他张开了双臂，让战印抱他。海童刚推车进车库，就听到战印的声音，他本能地扭头看向他，看到他抱起了洋洋。因为分心，他没有留意电动车碰撞到旁边的一辆女装摩托车，那辆车往旁边倒去，海童推着的电动车都被带得一边倒。海童站立不稳，也跟着跌趴在车身上。彤彤，战印一声低叫，马上放下了刚抱起来的洋洋，快步窜进车库里。彤彤，你没事吧？有没有擦伤？让我看看战印拉扶起海童，就赶紧检查他身上是否有擦伤。谢谢战少的关心，我没事。海童推开了他在他身上检查的大手，淡淡的道了谢，就要去扶车。战印听到他对自己疏离的称呼，再看他脸上那淡漠的表情，他跟他说话比不搭理他还要让他难受。彤彤。海童看着他呀，战印被他这样看着，忽然间说不出话来。我帮你把车扶起来，你退后一点。战印在心里叹口气，像苏南说的那样，他现在要做的是让海童重新信任他。谢谢，不用了，我自己能行。战印心塞塞的，他总是这样，连帮他的机会都不给他。海童拒绝他的帮忙后呢，自己把车扶起来，再扶起了别人的那辆车。看到别人的车后镜摔断了，海童想进行赔偿，但又不知道这辆车是谁的。想了想后，他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姐姐，等姐姐接电话后，他说道：姐，你拿支笔和纸下来给我，我推车进车库时撞翻了别人的车，对方的车后镜摔断了，不知道是谁的车，我给人家留张字条。好。海玲没有任何指责的话，很快就拿着一支笔和一张纸下来。看到战印像做冰雕似的站在车库里，海玲也不觉得意外。以战印的性格来说，就算他放开了手让海童跟他回来，也做不到真的不看不问的，
就是战印一直都这样站着吗？海玲多看了妹夫2眼，战印秒懂大姨姐的眼神，她动了动嘴皮子，低沉的诉苦：姐，彤彤不让我帮忙。彤彤不让她帮忙，她就像做冰雕似的站在这里霸占地方。彤彤，给你吧。海玲把纸和笔递给了妹妹，然后她就用眼神示意战印跟着她退出车库。战印粘人的视线从海彤身上移开，默默地跟着大姨姐出来。海彤拿到了纸和笔后，在纸张上面写下了道歉的话，并且留下了自己的姓氏以及手机号码，让对方明天联系他，他会赔偿对方的修车费的。写好了字条后，海彤看到对方的防盗锁没有用，就放在踏板上。他呢，便用防盗锁压住了字条，做完了这一切，他才从车库里出来。然后呢，只看到姐姐和外甥，没看到战印。姐，他走了。你买的东西有点多，战印自告奋勇地帮忙把东西搬上楼去了。海彤抿抿嘴，没有再说什么，说去兜风的，最后去了超市吧。你和洋洋一起逛超市，总是恨不得把超市都搬回家来。海玲抱着儿子，边说着妹妹，边往楼上走去。心情不好的时候去逛超市，一顿买，感觉心情能好很多。海玲失笑说：“你和洋洋是馋猫，还不肯承认。”姐妹俩上了楼，屋门敞开着，战印在屋门口等着姐妹俩。姐，东西我都放好了。战印是对海玲说话，视线却是锁着海彤。战印，辛苦你了。战印忙道：“姐，以后有什么重活，你尽管打电话给我，我随叫随到。”海玲笑道：“也没什么重活，天气冷，别站在这里，进去喝杯热水再回去吧。”战印看着海彤，等着海彤说话呢。海玲抱着儿子进屋，海彤走在后面。他从战印面前走过的时候是目不斜视的，他进屋后就进了厨房。战印站在原地，感觉很失望。海彤都没有叫他进屋喝杯热水再走。海彤很快就从厨房里出来，手里多了一只玻璃杯，杯子里有大半杯热气腾腾的开水。他端着那杯开水出来后，快速地走到茶几前，连忙放下，太烫手了。海彤放下了那杯开水后，对姐姐说道：“姐，我先回房休息吧，明天要去开店。”说着，他扭身进房去，看都没有再看战印一眼。等海彤关上房门后，海玲叫着那根木头：“战印，彤彤给你倒好了开水，你还不进来喝了暖暖身子？”战印反应过来，哦了一声，就连忙进来。他还就看向海彤的房间。海玲说他不用看了，短时间内你们夫妻俩只能分居。战印，好不习惯呀。他本来是不习惯与人同床共枕，花了点时间才适应身边有海彤，现在习惯了晚上与其共眠，忽然间要分居，哪怕是短暂的，战印也觉得很难熬。现在的日子呢，还是夜长日短，漫漫长夜，他独守空房，只能抱着枕头度过。战印在沙发前坐下来，洋洋喜欢他，就从妈妈的怀里滑落，然后3、2下就爬上了战印的大腿，在战印的大腿上坐下来。姨丈啊，洋洋。战印一手抱着小家伙，一手端起那杯开水。不到1分钟，他赶紧放下，太烫手了。想到海彤是从厨房里端出来的这杯开水那么烫手，他都没有打破杯子，主要是想让他喝了开水暖暖身子吧。他生气，跟他冷战，嘴里嚷嚷着不肯原谅他，但他的一些细小动作却在告诉他，他并非像他嘴里嚷嚷的那样无情。这样想着，战印心里好受了一点点。洋洋的小身子往前倾过去，战印生怕他会打翻了那杯开水，连忙移开了。洋洋是想打开装满了零食的袋子，战印帮他的忙啊，拉过那一大袋的零食，帮他打开了袋子。谢谢姨丈。洋洋从袋子里拿出一包薯片给战印，嘴里说道：“姨丈，这给你吃啊。”小姨说很好吃的，但小姨很少给他吃薯片，说小孩子吃太多不好。为什么小姨能经常吃？战印接过那包薯片，
洋洋又从袋子里拿了几样零食出来，都给战印，之后他就从战印的大腿上滑落，吃力地抓住袋子提着走，嘴里说道：“这是洋洋的了。”海林好笑地帮儿子拿过了袋子，说道：“你都还没有这袋东西重呢，先放在这里，今晚不能吃，明天才能吃一点。哎，不能一下子吃完，免得你不肯吃饭。”又对战印说道。洋洋很护食，偶尔才肯与人分享，但他只与孩子们分享，一般不肯分给大人吃。战印从出现在洋洋面前开始，整天都是严肃的表情。洋洋却一点都不怕他，跟他相处的还很好。见了陆东明数次了，洋洋每次看到他都还害怕呢。人与人的关系真的很奇妙。战印把洋洋分给他的那几样零食放到洋洋的面前，说道：“洋洋，一仗不喜欢吃零食，洋洋留着吃。”洋洋马上就抓回了那几样零食，塞回他的袋子里去。那小动作逗得战印莞尔。洋洋钻进了妈妈的怀抱，年纪小，很快就犯困，在妈妈的怀里待了几分钟，洋洋就梦周公去了。战印不想走，但见洋洋都睡了，老婆又躲回了房里，只有他和大姨姐坐在这里，他有点尴尬。喝了那杯开水后，就起身对海玲说道：“姐，我先回去吧。路上开车小心点。”海玲抱着儿子起身送他，他边走边让海玲不必送他，视线还老是往海童的房间投去，最终都没有看到那抹娇俏的身影出来送衣送他。战印叹气，总觉得夫妻俩闹矛盾很久了，可是实际上呢，也才2天时间。哎，简直是度日如年呀！战印没有回别墅里，而是回到明苑花园，他和海童婚后一直居住的地方。那这里呢，才有夫妻俩自领证后的点点滴滴。推开门，屋里一片黑漆漆的。战印站在门口，想起了刚领证那会，他第一次回这里过夜的时候，海童把屋门反锁了，让他进不去。他能忘记自己有了个老婆，他也能忽略他有老公。当初呢，2个人搭伙过日子，夫妻俩相处的客客气气的。现在回想起来啊，战印都觉得是甜蜜的。忽然间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战印连忙开着了灯，然后快速地走向海童的房间，推开房门进去，看到房里的摆设不变，他的一些日常用品也还在。再去看他的衣柜，衣服少了几套，行李箱还放在衣柜旁边，他并没有把他所有东西都拿走。战印重重地吁了一口气，第一次如此害怕失去一个人。他就在海童的床上坐下来，轻轻地摸着床，就像摸着海童一样。童童，他低喃着海童的名字，我会用实际行动来向你证明，往后余生我不会再骗你。要是我再做出欺骗你、伤害你的事情，我允许你1年不理我。1年，有点长啊，3个月吧。想了想，觉得海童3个月不理他，他都会发疯。战印又自言自语地说道：“还是1个星期吧。你1天不理我，我都疯；1个星期不理我，我能更疯，惩罚度很重的了。”海童要是在场听到他的自言自语，能无语死啊！待了好一会儿，战印才出去把屋门关上，但他没有反锁屋门，内心深处还在奢望海童半夜冷醒，想起他温暖的怀抱，跑回来找他。当然，这是奢望，很难变成现实的。就算海童愿意搭理他，夫妻关系也无法马上回到甜蜜时期。那这个夜晚呢，战印是在海童的房间过夜的。一夜再无话。隔天清晨，海童又像以前住在姐姐家里那样，早早起来给姐姐和外甥做好了早餐。他吃过后，就拿着车钥匙和手机出了门。今天呢，他要回店里啊，也要赶他的货，客户催单催得厉害。受情伤没啥大不了的，不能影响他赚钱。心情不好，昨天给了自己1天时间发泄，也够了。时间还早呢，街道上的车流量还不大。海童一路畅通无阻的到了管城中学，车子停在书店门口，下车后就看到郑叔端着一只大碗站在他店口。
笑眯眯地向他挥挥手，算是打招呼。郑叔，早呀，吃早餐。海童，早，刚吃，你吃过了吗？我吃了才过来的，我以为你们要开学那天再开门。郑叔笑道，后天就开学了，提前回来，把店里的卫生搞一搞，迎接开学。郑叔端着那只大碗边走过来边说道，我以为你不会来开门了。海童是战家大少奶奶这件事，郑叔这些左邻右舍全都知道了。郑叔还很开心地跟自己老婆说道，我早就说过海童是富贵命，以后和我们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你还说我神神唠唠的。郑叔的老婆受不了丈夫那得意的劲儿，忍不住对着丈夫，你那么会看相，帮你老婆我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够发大财换老公？那么会看相，怎么不去天桥底摆摊算命？算得准了，赚到的钱比咱们在这里开店还要多。郑叔，我那是业余爱好，学着玩的。反正他看出海童是富贵命，那现在得到了证实，就够他吹很长时间了。哦，连沈小军都是大富大贵的命啊。不过沈小军本来就家庭富裕，他的显贵就没有海童的那么明显。是真正的飞上枝头变凤凰。